我觉得中国文化应该是很能去接受死亡的。中国人认为时间是循环的，像水一样流动。墓园本身不光是一个人们想象中好像很阴森的一个地方，它其实是可以非常有生命力的。我叫杨天舟，同济大学念的建筑学本科。在17年左右，我开始就是关注墓园这件事情。有一位老师，然后给我们展示了圣卡塔尔多公墓，一个墓园色彩这么鲜艳，跟我们平时认知的完全不一样。接下来这个8年，我去探访了非常非常多的墓园，拍了50多座吧。最开始呢，可能是一些比较有名的建筑师设计的，后来呢，慢慢变成一些当地的没有什么人知道的，从中观察到说当地的这个文化是如何理解死亡的。沙丘的这个取景地叫布里昂墓园，全世界的墓葬建筑中或许是最有名的一个了。我觉得它和中国文化的联系非常紧密。在它的这个拐角处，一个像中国的庄喜一样的一个镂空的标志，就像是夫妻俩在这个泉下又在一起了。墓的东侧水中的一个亭子，中国的很多古典小说《牡丹亭》一类的，活人与去世的人往往可能就是在一个水中的亭子重逢。我去的时候完全没有感受到对恐惧的那种放大，反倒让你觉得就是很安慰。西班牙有一个叫伊瓜拉的墓园，和当地的徒步路线结合在一起。很多时候你可能可以看到徒步的人会觉得这个地方特别有生命力。当时我们去的时候，有很多的当地的老头老太太就坐在那边聊天，变成一种社交的一个空间。我会觉得死亡这件事情也不可怕。我爷爷去世的比较早，每年的清明节去为爷爷扫墓，非常嘈杂，墓墙长得也都一样。建筑它其实是一种人们文化的物理化的一种反应。中国人在谈论到死亡的时候有一种回避，好像就是不谈论这个事情它就可以不存在一样。遂昌的那个墓园应该是中国的第一个现代墓园，像是传统的这种合院住宅，把所有的雨水然后全都聚集在自己中间这个合院中，四水归堂，相当于把所有的像水像财一样全都聚住了。很多时候更想向这个当地人去了解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。您刚才说就是在这边已经住了多久了？我这个房子也7、8年。墓地是这样的还可以的哦。是啊，里面墓地挺好的，感觉风水宝地是吧？就是这一点了，你眼睛一睁开然后灵车就来了。您觉得这个是不是心理上是不太舒服，是吧？肯定有肯定不舒服啊。一些朋友知道我在拍摄墓园的时候，他们都是这个心中一惊，说你拍这个东西干什么？说起来它是蛮辛苦的，有特别多的这种现代设计的墓园都比较分散，修建在比较偏僻的地方。你想找到一些吃的都是很困难的，可能会为了一个墓园，我开车每天往返8个小时，拍摄的路上出过车祸。墓园它其实是一个空间化的历史档案。比如说圣卡塔尔多公墓，17年去的时候，它其实是只有那个1层有一些使用的，但是当我在23年第2次去的时候，2层已经填满的差不多了。然后你去读上面的这些什么生卒年月，其实你会发现他们大多数都很年轻，应该都是在疫情时期。墓园其实记录了很多事情，当地的经济的衰退、人口的流失，包括新冠这种重大的集体事件。希望通过这个作品消解一部分大家对墓园的恐惧，能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待就是生命。墓园尤其拍摄了这么多之后，会以一种更平常的心态去看待死亡这件事儿。当我离开之后，在那种山野墓碑用一些比较特别的材料，20-30年它自己就消失掉，变成植物的养分。不论是墓园也好，建筑摄影也好，我应该会干一辈子的。如果没有死亡，那生命本身它其实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。
正是因为有死亡，那人们才会就利用好生命的这个真正活着的时间，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。